付费粉转化率 27% 意味着什么？用诚意拆解一个行业没人讲透的数字。27%，你先别急着划走，就这么一个数字，我最近琢磨了挺久，琢磨到什么程度呢？有天晚上刷手机，本来想点个外卖，结果盯着这个数字发呆，外卖都忘了点。你猜怎么着？大部分人评价一个演员值不值钱，看的是什么？热搜、播放量、粉丝数，对吧？谁的数据高，谁就厉害，这是大家默认的逻辑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真正让品牌方、让制片方心甘情愿掏钱的，往往不是这些台面上的东西，而是几个几乎没人拿出来单独讲的数字。今天这期，咱们就只干一件事，把这些数字背后的门道，一层一层扒开，扒到最底下那层为止。我先说清楚啊，这期不聊八卦，也不比谁咖位高谁咖位低，没那意思，真没那意思。我是想拿诚意当一个案例，一个我觉得挺典型的行业现象级案例，来讲讲演员 IP 化这个事儿。为什么用它？因为它这个模型恰好把好几个行业概念都串起来了，付费粉、转化率、全链路运营、寒冬投资，一个案例全站齐了，你上哪儿找这么完整的样本去？数字呢，我都是照着公开报道走的，主要是新浪娱乐今年7月那篇，还有里面引的行业报告，具体来源咱们边说边标，我尽量不让你稀里糊涂的听。行，那咱们开始。第一层，先说你能看到的那部分，就是浮在水面上，谁都能看见的那层。这2年圈里有个词特别火，叫全链路运营。这词听着挺唬人，翻译成人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从一个演员接什么戏，拍什么内容，接什么商务，到怎么跟粉丝互动，整条链子都是被系统地、有计划的规划过的。以前的艺人是什么状态？是接一部戏火一部，很随机，火不火看命，看运气，看这个本子好不好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把一个人当成一个长期项目来经营，每一步都往一个方向使劲，这个就叫演员 IP 化。而且你注意啊，诚意是今年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，这套东西才算真正跑起来的。据报道就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重建了整个商业基本盘，官宣了8个全新代言。2个月8个，这个节奏说明背后是有一整套打法在运转的，不是撞大运。其实你想想看，一个演员的运营模式能被媒体、被行业拿出来，当成一个模型来研究、来讨论、来问能不能复制，这本身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走到了可被研究这个级别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绝大多数艺人是没资格被这么讨论的，人家讨论的是热搜，是绯闻，是穿了什么，讨论到商业模型这个层面的，凤毛麟角。歌行业里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认可了，是一种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认可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我得拎出来，这一层是表面，是包装纸。很多人看到运营2个字，第一反应是，哦，包装吗？团队炒出来的吗？资本运作吗？哎，打住，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跟你掰扯的地方了。因为接下来那一层会直接把这个包装论给推翻。第2层，媒体一般不会拆开，也懒得拆开跟你讲的2个数字。来，咱们说清楚，一个一个来，你千万别混。第1个数字，据报道，它核心粉丝里的付费粉占比大概是 18%， 而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大概在 5%。第2个数字，有个叫欢网大数据的机构发了个2季度的艺人商业价值报告，里面说他的粉丝转化率到了 27%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100个关注他作品的人里头，大概有27个会真的产生付费行为，买东西、开会员、买超点。你看，这2个是不同口径的数儿，一个讲付费粉占多少，一个讲转化率多少。我一开始自己看的时候都差点说混，所以我特意停下来跟你强调一遍，你别跟着我一块混。这数据我得保留一点态度啊，毕竟是行业报告和娱乐媒体的口径，不是上市公司财报那种硬东西，但它反映出来的那个倍数是很说明问题的。你品，你细细地品。
跟行业平均那个 5% 比，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，是3倍多、4倍多的差距。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喊喜欢是一回事，掏钱是另一回事，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一条又深又宽的鸿沟。多少艺人粉丝一大堆，看着热热闹闹，真到品牌方要看销量的时候，哑火。而转化率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粘性。说到粘性，我得补一句，这句话你记住，粘性这东西是买不来的。你可以花钱买播放量，买热搜，买评论，买数据，这些统统都能刷，明码标价的都有。但你没有任何办法花钱去逼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持续的为你掏腰包。这种粘性只能靠一样东西一点一点攒出来，就是长期稳定的拿得出手的作品，让人心甘情愿的留下来。所以你看，绕了一圈，咱们回到刚才那个包装论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，包装顶多是个放大器，是个音响。你音响再好，底子里没声源，放出来也是杂音。你底子里没东西，运营团队本事再大，也运营不出这样的数字来。所以这个转化率数字，恰恰是最反过度包装的证据，它证明的是那个源头有货。品牌方精着呢，人家账算的比谁都清，他们买的从来不是热闹，是能实打实变现的确定性。据报道，他代言的战家品牌官宣首小时销售额就破了1000万，纯享牛奶的主推套餐卖出去3万多份， Gap 更是靠他的代言实现了季度首次盈利。这些转化不是靠嗓门喊出来的，是真金白银砸在数据上的。行，这个先放一放，拉回来。第三层，也是我觉得最有嚼头的问题，这个模型能复制吗？这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聊的核心。既然诚意这套全链路运营这么被看好，被拿来当范本，那按理说找个人照着抄一遍，是不是就能再造一个诚意出来？答案是没那么简单，甚至可以说很难。其实这些年试图搞类似全链路运营，把艺人当项目来经营的团队不止一家，前后有不少，有做出效果的，也有效果没达到预期的，成的少，不温不火的多。有意思的是，报道里采访的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也说了这么一句，说诚意这个模式难以完全复制。你看，专业的人也承认这一点。为什么难复制？我寻思了半天，得出一个我自己还挺满意的结论，能复制的是链路，复制不了的是链路上跑的那个人。你把选剧的标准、商务的打法、粉丝运营的那套流程，整本手册照搬过去，流程是死的，是可以复印的，但真正撑起这套流程的，得是一个真的能打的演员。作品立得住，人物立得住，观众认，这套链路才转得起来。反过来，作品立不住，人物立不住，你运营链路搭得再漂亮，再精密，也是空转，是个漂亮的空壳子。就像打个比方吧，你把一支冠军球队的整本战术手册都抄过来，一个字不差，但你队里没有那个能在关键时刻投进球的核心球员，这战术你也执行不出来，照样输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这个模型难复制这件事，你把它翻个面来看，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诚意本人的分量。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那套运营方法，方法是公开的，谁都能学。真正稀缺的是那个值得被这么运营，也扛得起这么运营的人。这个逻辑你顺着捋一遍就通了，特别通。好，到最后一层了，也是把前面所有东西收拢起来的一层，这一切落到实处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咱们从最硬核、最不讲情面的角度看，钱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影视寒冬。这4个字分量很重，别小看它。项目大面积停摆，预算砍了又砍，演员失业的一大把，投资方一个个捂着钱包不敢动。就在这么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下，据报道，两京15日的制片方为了等诚意，死磕近3年才最终确定合作。一开始听到死磕3年这4个字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图啥呀？3年啊，黄花菜都凉透了，这不是有病吗？但你要是从投资决策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去算这笔账，
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，甚至会觉得这个决定精明的可怕。逻辑我给你捋清楚。寒冬里，制片方最怕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花钱，花钱是必然的，他们最怕的是花了钱打水漂，是那个甩不掉的不确定性。报道里其实说的挺直白，他们死磕它，看重的是3样东西：粉丝经济、招商能力、内容品质，这叫3重保障。你换一个当红的，但没经过市场反复验证的演员，便宜，谈得也快，但风险高得吓人，票房行不行，播放量顶不顶得住，口碑会不会崩，全是问号，全是赌。而一个手里攥着稳定作品说服力，又有这种转化率背书的演员，他对这个项目来说是什么？是一份保险，是在满是问号的牌桌上，那张为数不多的接近确定的牌。等3年，表面上看贵，耗时间，可你把它跟项目直接扑街，血本无归这个风险一对比，这3年的等待，可能反而是整盘账里最省钱、最稳妥的那个选择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在所有人都不敢下注，都在观望的时候，真正专业的人是拿着真金白银，实实在在给他投了票的。这种投票比10000条热搜、100个话题都实在，都有分量。因为热搜可以刷，钱不会撒谎。这不是粉丝在自嗨，在喊口号，这是整个行业在用最诚实的方式，用钱说话。行，聊了这么多，该收尾了。咱们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那几个数字 18%、27%，死磕的3年，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它意味着，在喊喜欢他的那群人里，有远超行业几倍的人，愿意为他真金白银的兜底买单。它意味着，他这套模型别人抄不走，因为整个模型的核心零件，就是他这个人本身，抠都抠不下来。它还意味着，在整个行业最冷、最难熬的这个冬天，他成了少数几个能被叫做确定性资产的名字之一。说到底啊，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支持他的那些人，你们当年做出的那个判断，现在被市场用一串冷冰冰的、不带感情的数字给验证了。你们很早以前就看到的那个东西，行业是到今天才慢慢追上来，才看明白的。懂它的人其实早就懂了，用不着别人教。时间这个东西吧，是慢，有时候慢得让人着急，让人委屈，但你放心，它从不糊弄人，该给的一样不少。那几个数字，你自己是怎么看的？你觉得这套模型除了人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复制不了的关键？评论区咱们接着聊，我等着看你们的想法。